现在不是我们东西不够用，而是每样东西都还没有用习惯，你就着急的去换下一个，于是家里放的都是一般般，不太喜欢，还在磨合期，用着不顺手的东西，最后真正好用的反而是那个用了3年的保温杯，还有那双已经被你穿到贴合脚型，走一天都不会磨脚的靴子，以及那只陪你风吹雨淋，你从来不用担心它坏掉的双肩包。好用的东西啊，不是刚买回来的头3天，而是在你和物品不断磨合的过程中，它让你用得很顺手，依赖感也很强，还有一种非常安心的感觉。可惜我们现在已经失去了能长期拥有物品的耐心。这件东西买回来还没1个月，你已经在考虑更换一个更好更新的，到最后留下的全都不是最适合你的那一件。现在的大环境本身就在不断鼓励我们去换新东西，所以商品的更新速度比任何一个时代都要快。新的型号、新配色和新联名几乎每个月都在出新品。整套经济的运转方式都是建立在不停生产、不停销售、不停替换的节奏上，所以广告平台和商家都在不停升级、调整成分、更新包装，就会让我们形成一种潜意识，只要更换一个新版本，体验感就会比之前更好。你在社交平台里每天刷到的内容，包含开箱视频、购物分享、年度爱用、新品测评，都占据了很大一部分。这里插一句题外话，我前段时间用微信的时候，发现莫名其妙多出来一个购物的功能，点进去一看，就是你能直接在上面购买了。它还添加了直播带货，这两者的结合就是把消费主义推到你面前来。现在的内容生态之所以越来越偏向产品，因为平台需要内容，有话题，有点击，商家希望能卖货，增加销量，博主们希望自己的内容能被看到，这3个加在一起，最后呈现出来的就是不断展示新品，不断刺激顾客去购买。我之所以前面先讲这么多关于消费环境，是因为很多人没有意识到，我们正在对物品的耐心变短，也变得不停的爱更换东西。仅仅一个小划痕、轻微的磨损，你立马就会产生想要去换掉它的想法。每出现一个新品，都会放大你对旧物的不满足感。这种不满足感，大部分时候不是来自日常的使用体验，而是来自对比和想象。你看到这些新品永远都被包装得非常好看，滤镜啊和角度都是无可挑剔。再看到别人拿在手上的效果，穿在身上的比例，这样的对比之下，自己手上那件已经用了一段时间的东西就显得暗淡和普通，因此你的不满足感就在不断的被叠加。这消费环境啊，一直在用各种方式提醒你，用旧的是落后，用旧的就不够好，用旧的就配不上你现在的生活。这新物品存在就是能给人带来一种期待感，你期待它能增加你生活的逼格，提升你的品味，期待它能让你变成一个更好的自己。正因为有这种被放大的期待值，只有这件新品出现了，旧物品啊，在你心里的位置就往下掉。你会开始反复从这件物品上找出毛病来。当看到有人晒出自己购入的一台厨房小电器，你马上就会想到自己那台用了几年还在正常运作的空气炸锅，它明明完全够用。在这时，你会开始在心里盘点它的不足，嫌它不够智能，功能太少，加热速度好像又慢了一点。原本你没觉得麻烦的东西，突然一下子都变成了缺点。所以你仔细想一下，如果你真的觉得某样东西难用，也许啊，它根本都不可能在你家里存放个2-3年。能让你一直持续用，一定是好用、用着方便、足够满足你需求的地方。那么也就是说，当你不停的想更新，这不是旧物品的问题，而是你心里面有那种外面肯定还有更好的这种执念。假如你买了这件新东西，刚开始的几天啊都挺兴奋的，当你开始使用后，就会发现它没有你想象的那么好用。比如你换了一台风力更大、功能更多的吹风机，这调风量的按钮啊，每次都要调整，还有风口的方向啊，你老是抓不准。你以前用旧的那台吹风机，第3档风量干得最快，新机子的第3档吹出来的感觉完全不同。
这里我想表达的意思是，当你已经为旧物品建立了一整套的使用习惯，就是这种反复被使用后所磨出来的熟悉感，才是物品真正的价值所在。新品还有一个常见的问题，很多功能啊，你都还没有摸透，就买回来了一个升级版功能的机器。这一半的功能你暂时用不上，另一半啊，你还在研究怎么操作，用个东西还要重新读说明书，重新测试，最后你会觉得它没有你想象中那么的方便。新品的问题呢，也不是说它不够好，只是需要一段时间重新适应，重新记一套使用它的方法。这一段磨合期非常消耗人，再加上新品啊都喜欢做复杂的设计，看上去很牛逼很厉害，真正让你利用起来的功能啊很多都用不上。我们就拿空气炸锅来作为举例，有的款式会带有炸薯条模式、牛排模式、蛋糕模式、烤鸡翅模式、披萨模式，这真的是非常全面了。等你实际使用起来后，每天按到的只有时间和温度这2个按钮，其他专业的模式可能半年都不会按一次。有的时候啊，新功能太多，反而你需要更长的时间去磨合和适应。那在我们日常生活里，那些用了好几年的物品，之所以会用得顺手，是因为我们已经使用它无数次，已经知道按钮在哪儿，重量多少，使用顺序是什么。很多人以为省钱是少买一点，买便宜，赶上折扣就能省，这样的想法真是大错特错。如果你买一件新的，用2个月后又看中下一件，那你永远都在支付更换的成本。首先是钱的成本，你换的越勤，1年要买的东西就越多，哪怕每次只花几十块，1个月换一次，2个月换一次，累积起来啊，都不是一个小数字。第二个是试用成本，每换一次新品都要重新适应它的操作方式、使用方式，适应它的尺寸和重量。第三个是时间成本，从你看测评、对比型号、下单付款、等待物流、拆箱、找收纳位置、设置它功能，到最后真正用得顺手，这至少要花1个星期以上。从经济角度来说，这种习惯是最烧钱的，因为你每换一次新品，都是在提前进入下一轮消费。原本一件东西可以用2-3年，但你2-3个月就换掉了，等于把自己的生活成本往上抬。更换越频繁，你1年就得买更多同类型的东西，你的钱啊就是这样被拆成一小笔一小笔给花掉。所以真正省钱的方式是把每一件买回来的东西价值压到最大，用到它真的坏掉，功能不行了，没办法继续工作为止。我告诉你，这不是节俭，是学会让每一笔钱发挥它的最高效率。同样的价格，用3年和用3个月完全不是一个概念。最后还有一个最容易被忽略的点，每一次的换新呢，你都把自己的消费标准提高了一格。今天咬咬牙换了一个300的扫地机器人，下一次你自然会觉得300是正常的。今天买一个多功能的，下一次啊，你就会想买一个更智能的，你也会习惯去买更贵的东西、更新的版本和更高级的配置。消费门槛啊，就是这样一点一点被抬起来的。你不会突然变得多奢侈，但你一定会习惯性的花更多的钱。好啦，这个就是以上今天所有内容。如果你认为这期视频对你有启发的话，不要忘记关注和点赞，是对我频道最大的支持，也是对小陈本人最大的鼓励。那我们下周视频再见吧，拜拜。